上一集我们聊到 INTP 的成长经历，也回顾了世尊的经历，但市面上充斥着很多神话世尊的故事，电视剧也夹杂了很多狗血剧情，不同人眼里的世尊那是天差地别。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浪漫的戏剧性的神话，所以我通过阿含和巴利经典的内容，集中回顾下世尊一生的经历，力求真实，尽量播出神话内容，还你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世尊。我说的尽量，意思是即使是阿含和巴利经典在传承过程中也难免夹杂一些神话色彩。世尊是人，是要吃喝拉撒会生病的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生命探索者。他从来就怀疑古印度的那些传说。古印度也有很多类似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这样的神话故事，他个人是不相信的，他也从来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个主宰，所以我们也不必神化他。来，我们开始吧。公元前566年，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这里没有什么神仙，也没有什么龙王，只有真实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名叫乔达摩悉达多的男孩的出生，他后来被称作释迦牟尼。迦毗罗卫国只是个小国，这个国家的大小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县，最多一个市的大小，隶属于焦萨罗国。焦萨罗国是古印度的霸主国之一。乔达摩悉达多的父亲叫净饭王，是迦毗罗卫国的首领。这是个小部落国家，靠农业和贸易过日子。净饭王属于释迦族，是刹帝利种姓，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一县之长，家里有点财富。他的母亲叫摩耶，是邻国居利国国王的女儿。也就是说，世尊相当于中国一个市长、县长的儿子，不算普通人，但也不算生来就特别尊贵。释迦国的军事并不强大，焦萨罗国一直想吞并这个小国。那时候，印度北部生活挺简单，贵族也得操心收成和牲畜。悉达多的出生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净饭王的生活过得挺殷实，但日子也离不开现实，管理部落，应付邻国，还要祈祷风调雨顺。悉达多出生前，摩耶夫人按当时习俗要回娘家待产。那天，她带着几个侍女，坐牛车从迦毗罗卫出发，路过一个叫兰皮尼的地方，就是现在尼泊尔南部的小村子兰皮尼。走到半路，摩耶夫人觉得累了，就在一片树林边停下来休息。没想到，孩子就在这时候出生了。这个男孩降生在一棵无忧树下，没什么特别仪式，就是母亲和几个侍女在场。没有地震，天上没有出现瀑布，没有天人来接生，这也是古印度的浪漫修辞手法。他们喜欢把现实和文学想象结合到一起，这样的手法在吠陀、梵书、奥义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里都有出现，也是后期出现的神话手段。我们的春秋和史记都有不少地震记录，但没有一次地震能和这里对应上。我已经讲解了近90集的阿含，20多个小时，在阿含和巴利战中，我们的确很少看到神迹。但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神圣化是宗教传播的普遍现象。且不说2500年前，就说这100年内，我们已经遇到了多少回了。在欧美也是同样的情况，神圣化是建立权威的必然过程。经典在早期都是口传模式，没有固定的文本记载。在尼泊尔南毗尼阿育王的石柱铭文里没有提到神迹。在部派时期，有人已经开始添加祥瑞，到了龙树时期已经完成神圣化的过程，到了后来能上天入地乃至创造一个世界都不成问题了。即使去除这些神话色彩，即使过了2500年，丝毫不影响世尊的伟大。它真正的价值在于他的思想，而不是那些虚幻的神迹。当时没医生，没医院，生孩子全靠经验。摩耶夫人挺辛苦，生完之后也就没必要回娘家了，她就带着这婴儿返回迦毗罗卫。这孩子活下来不容易，因为那年代婴儿夭折很常见。
净饭王给这孩子取名悉达多，意思是目标达成。几天之后，一位叫阿斯陀的婆罗门大师来到王宫，他精通相术。小丸子现在在哪儿？我想看看他。大师接过孩子，细细端详了一会儿，满心喜悦地说道：这真是人中豪杰，至高无上呀。然后他神情沮丧，落下眼泪。净饭王看到大师哭了起来，慌了。怎么了？难道王子有不祥之兆？陛下，丸子会很好，他不是平庸之辈，你们尽管放心。这位丸子将达到最高智慧，看清一切真相，他的放行将传扬四方。唉，只是可惜啊，我的寿命不长了，不能亲耳听到他讲法，因此我伤心难过。说完之后，阿斯陀大师就离开了王宫。阿斯陀回到山林，找到外甥那罗家。孩子，这位悉达多王子之后会有很大的成就，等他日后有所成就了，你记得去跟着他修行吧。悉达多出生后，净饭王挺高兴，毕竟是头胎，又是男孩，家族有继承人了。族里人来看看，聊几句，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可惜摩耶夫人生完孩子7天后就去世了，可能是产后感染，那时候医疗条件差，这种事不稀奇。净饭王让他的另外一位夫人，也就是摩耶夫人的妹妹，大爱到瞿昙弥来照顾悉达多。我在年轻时住在父王净饭王专门给我安排的宫殿里，过着极为奢侈华贵的生活。我喜欢莲花，父王就专门为我设计了莲花池，池子里种满了青莲、白莲、红莲。我只用来自波罗奈城的旃檀香，也只穿波罗奈城裁剪的衣袍。仆人们不分昼夜地在我身边嘘寒问暖。我有3座宫殿，东宫避寒，夏宫消暑，还有1座雨季宫殿。在4个月的雨季里，有美女歌舞不断。这4个月里，我从不下楼。普通人家吃的只是碎米豆汤，而在宫中，连仆人都吃白米和肉。虽然我过着这样奢华的生活，但我想到，一个未受教的普通人终会衰老，无法避免衰老。看到别人老去，我很震惊，感到羞耻和厌恶，却忘了我自己也会如此。我也会衰老，这无法避免。所以，看到别人老去，我不应震惊或厌恶。我就这样思维，彻底去除了青春的交易。我又想到，人会生病，这无法避免。看到别人生病，我不应震惊，因为我也会生病。就这样，我去除了健康的交易。我还想到，人会死亡，这无法避免。看到别人死去，我不应厌恶，因为我也会死。就是这样，我去除了活着的交易。虽然很多人想多了解年轻悉达多的感情生活，但在阿含和巴利赞中并没有这方面的描述，什么感情戏啊、宫廷戏啊、比武招亲啊、十项全能呀、4次出宫门遇到老病死呀，这些八卦都是后世添加上去的，你当演戏啊。世尊的经历在阿含和巴利赞中都很朴实，很平淡。朴实归朴实，但您说这票房怎么办？年轻时的我独自思考着，什么是生、老、病、死？什么是生法呢？儿子、妻子这些都是生法，奴仆是生法，那些牛羊像马是生法，那些金银钱财是生法。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些，也都被这些束缚，被这些迷惑。尽管已经拥有了这些，但还仍然求更多生法。什么是老法呢？儿子、妻子这些都是老法，奴仆是老法，那些牛羊像马是老法，那些金银钱财是老法。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些，也都被这些束缚，被这些迷惑。尽管已经拥有了这些，但还仍然求更多老法。什么是病法呢？什么是死法呢？也是一样的，但大家还仍然求更多病法、死法。什么是忧法呢？什么是烦恼法呢？还是一样的，但大家还仍然求更多忧法、烦恼法。但我现在在干嘛呢？我跟其他人一样，
也在求这些。这些不是真理，不应该是我所追求的。那什么是真理呢？既然我认识到生法的过患，那我就要求不生的涅槃。既然我认识到老法、病法、死法的过患，那我就要求不老、不病、不死的涅槃。既然我认识到忧法、烦恼法的过患，那我就要求不忧、不烦恼的涅槃。这就是真理。在家的事情繁多杂乱，我为什么不剔除虚法，披上袈裟，出家修道呢？当时我还年轻，一头黑发，有着大好青春，刚刚娶妻生子。尽管父母都不赞成，为此悲伤流泪，但是我还是坚持剔除虚法，披上袈裟，离家出家了。出家后，为了追求最终极的真理，终极的涅槃，我四处拜师寻道。我先找到阿罗罗尊者，对他说：“尊者，我愿按照您的方法静修梵行。”阿罗罗仔细地看了我一会儿，说：“朋友，你可以在这里住着。如果按我的方法修行，有智慧的人不久就能领会，就能和我一样了。”接着，他教我怎么修冥想。我很快就学会了他冥想的方法，反复体会。没多久，只要阿罗罗刚解说完，我就能马上深刻领会到他的意思，而且也能讲解。这一点并不稀奇，当时还有其他人也能做到。我很清楚，阿罗罗尊者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论，他的确已经亲证到了。于是，我问他证得了什么样的境界。尊者说是无所有处定。我心想，尊者有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慧力，我也有，我和他一样，我为什么不努力也证得无所有处定呢？没过多久，我就证得了无所有处定。于是我又向尊者请教：“您说的无所有处定是这个样子的吗？”尊者回答：“的确如此，就是这样的。”我说：“尊者，我也证得了无所有处定。”尊者说：“非常好呀，朋友，我们是有福报的，在梵行的生活里，我们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同行者。我证得了这套方法，也讲解了这套方法，现在你也亲自证得了，还能安住在其中。我所知道的法，正是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法，也正是我所知道的。我是这样做的，你也是这样做的；你是这样做的，我也是这样做的。从现在起，朋友，我们俩共同领导这个团体吧。”阿罗罗尊者是我的老师，却把我放到和他同等的地位，让我受到殊胜的供养。当时我想，这套方法还无法到达厌离，无法到达离贪，无法到达寂灭，无法到达寂静，无法到达真正的涅槃，而仅仅到达无所有处定的升起。于是，我认定此法还有不足，因此感到厌倦，舍弃了这套方法，离开了那里。接着，我又来到另外一位尊者的住处，他叫罗莫子，他修成了更高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不久，我也证得了这种定，到达和他一样的高度。他也请我共同领导那个团体，但我认为这套方法也无法真正到达厌离，到达寂静，到达真正的涅槃，所以我又离开了，来到王舍城附近。悉达多来到王舍城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请听下回分解。